基辛格再次发起警告，中美冷战的危险比美苏冷战要大得多。老人家话说得很多，但有一点我们要清楚：是谁坚持打这场冷战？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已经100岁高龄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再次对美国发出了警告：第二次冷战只会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第一次冷战自然是上世纪美国和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峙，而第二次冷战说的就是当前中美关系脆弱的平衡。作为经过2次世界大战，并作为中美建交元老级人物的基辛格，哪怕已经是100岁高龄，其说出的话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强调过不打冷战，但基辛格并未解释过多，而是盖棺定论，直言中美冷战的危险性。说明老人家看的还是很通透的。虽然中美目前没有冷战之名，但确实存在冷战之时。这一点，美国说再多的谎话，编造再多的舆论，也无法掩盖。中国和美国正处于多个领域的博弈之中，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国际外交方面的交手。其中，贸易和科技领域，美国凭借着强大的金融体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联合一众盟友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穷追猛打的围堵。这一点应该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芯片也好，光刻机也罢，总之就是要堵死中国发展的上升通道。说实话，这方面中国还是处在被动阶段，但我们已经在尽力争取发展空间了。事实证明，美国锁不死中国的发展，只能拖慢中国崛起的脚步罢了。而在外交方面，中美之间的博弈更像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过去是美国外交大棒挥过来，中国再回应，该反对反对，该回击回击，主动权并不明显。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美国打美国的，中国打中国的。美国缴获乌克兰战场，中国就改变了中东局势；美国拉菲律宾掀起南海动荡，中国就与柬埔寨举行联合演习，属于是打得有来有往，而且中国在长期战略上显然更胜一筹。尤其是最近一点时间的外交博弈上，美国吃了不少苦头，中东的巨变、拉美国家的建交都超出了美国的预料。但我这儿打个马后炮，基辛格老人家说的很有道理，中美冷战绝对比美苏冷战更加危险。时代不同了，技术也不同了，中美关系也与美苏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冷战造成的全球影响势必会成倍增加，而冷战延伸到热战的可能性或许也在不断加大。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当年美苏冷战，双方争的是一个世界霸主的地位，这与中美冷战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哪怕是在今天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当下，中国也从未想过替代美国霸权。多极社会是中国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而这也恰恰是中美矛盾的根源所在。在美国看来，当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都并不是很符合自己的期望，不然美国也犯不着推动俄乌冲突，企图彻底打垮了俄罗斯。说白了，美国不接受在自己设定的国际秩序内有可能出现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国家或组织出现，俄罗斯和欧盟都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中国的诉求。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在改变国际秩序，我觉得很正确。中国也没必要隐藏什么，因为美国霸权的那套
早就过时了。如果美国甘愿退回北美，冷战自然打不起来；但如果美国仍要维护霸权主义，那中国绝不忍让。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态度。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